就确实是一个纽约著名的打卡点。I was swinging along, minding my business, when suddenly out of the blue. 欢迎来到纽约漫谈路，我是欧阳斌。今天我们这个地方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今天邀请了好朋友罗宇翔来给我们在纽约进行了一次漫游。我们挑了纽约的一些公园，讲了它的很多历史故事。所以现在我们正坐在这个曼哈顿大桥的下面。对所以今天会给大家不仅是漫谈，我们也来漫游。来，请罗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叫罗宇翔，是一名在美国生活的城市规划师。那么我们今天设计的这条线路，也就是展现了很多种不同形态的政府跟社区以及企业之间的沟通方式。所以的话，我们会先过前面那个桥，去纽约最新的一个公园，可能是去年才开始开放的，叫做 East River Park 东河公园。然后我们会眺望一下河对岸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 Domino Park。那个 Domino Park 在疫情期间非常的火爆。然后我们会回来坐船，就是坐这边纽约市政府的船，去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大桥公园。那个是我当时住在旁边，然后最喜欢散步的一个公园。然后的话，中途会经过一个叫做 Brooklyn Heights Promenade 的一个旁边富人区散步的地方。最后的话会到 Dumbo， 那也是一个非常网红的景点。那就是今天的这条路线。那么的话，我们可以边走边聊，然后有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叫做 Lower East Side 下东区。大家刚才有多少人是走路过来的？有吗？就是从地铁站下来之后走路。对，还是有些人。大家走路过来的时候，发现这边的社区的建筑和体验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有点破破的？其实现在大家往后看，就是这些房子，这些砖头房子，尤其是大家如果从地铁站，从Chinatown那边地铁站出来，走到这边的地铁站的很多房子，其实很多是那种政府或者说以前的一些开发商建的廉租房。所以其实整个下东区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包括像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有人在晒被子。2012年，当时就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叫做飓风三迪 （Hurricane Sandy），等于说当时纽约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飓风之一。然后当时那个飓风一下来之后，整个东河的水就开始涨水，等于说前面的水直接涨到了整个曼哈顿，你们看到的这一块。把这些路啊、房子都淹了。当时飓风三迪出现之后，然后联邦政府拨了3亿美元来帮纽约来重新建这个公园。在美国这边做任何的规划建设，它最重要的一点叫做社区参与，就是我们这些做规划师和设计师的，并不是只是铆在这电脑上来在图纸上画图，而是说跟当地的居民开会，说哎你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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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最后尽量就是把他的愿望都满足。然后的话，我们后来就是当时政府就出了一套方案，满足了这边的居民的需求，比如说游乐设施、树荫乘凉的地方等等等等，全都规划好了。他当时的模式就是说要在这边建一个新的公园之后，然后在河边建一个土坡，这样那个土坡可以把洪水给拦住。对，这就是当时这个原造价7亿美元，然后市政府出4亿，然后那个联邦政府出3亿的这样一个计划。但后来到了18年，我在预算局上班的时候，我当时就发现每周我们都有一个会议室，就是戒备森严，很多外面不同部门的人来这边开会，然后的话会议室的门都关上，然后上面就显得很神秘。当时我的上司也会每周去开会，我就去查他的 calendar， 我说他到底在开什么会。然后这个会叫做 Value Engineering。Value Engineering 就是在这种建设行业指的就是说要砍预算的意思。然后这个 Value Engineering 会议，它正好就是关于 East River Park。然后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就纽约出了一个很大的新闻或者丑闻，就是说之前政府花了5年时间跟社区一起做规划的这个项目被重新否决，变成了一个新的项目。正是当时政府关门自己做 value engineering 所造的结果。他当时最后出的新的方案是说，旁边建一个土坡这个项目他不要，因为他说他当时建设的这个方案需要把这个旁边这个 FDR 这个高速公路
在修公园的时候全部把它封上。那么的话 ，FDR 其实大家可能就是在纽约开车的人没有那么多，大家可能还是坐地铁、公交比较多。但是 FDR 的人是很多纽约的富人，或者说住在 Connecticut 在华尔街上班的富人，他们每天交通必须所通行的一段距离。所以说，纽约当政府觉得你把 FDR 在修公园的时候把它封上，这个是肯定不行。然后第二，之前那个政府要在旁边建一个大的一个土坡，其实也没有办法把水全部拦住。但是它的那个公园的设计正好就是说，当如果有大雨大水的时候，这个公园是可以被淹的。被淹了之后，这边也有土坡挡着，所以还是会保持这个社区的安全。那么政府觉得你这个水淹了之后，你虽然可以建出来，但是你每年的维护如果还要淹水，那太贵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政府就把之前花了5年的时间跟居民做规划的这个项目给全盘否决，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新的项目直接把这个公园往原来的地上抬高了5米，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站的地方并不是之前这个公园的地方，而是一个被抬高了5米的一个新的公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大一个公园现在却没有一棵老树。对面就非常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到对面有一个 Domino Sugar， 看到了那个一个砖头房子嘛，就上面写了 Domino， 底下写了 Sugar， 就是你在超市里看到的那个糖的牌子。那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制糖厂，上世纪后来这个制糖厂关掉之后，那个楼就成了一个历史建筑。后来它被一些开发商买下来了，他就去跟政府谈判，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工业用地，他想把它改成一个商住混用的用地。之前只能建比如说5层楼，他想建10层，他想建20层，然后甚至想建现在更高的层。政府说你可以建高楼，你可以建住宅，但是我需要你就是提供一些就是补偿或者说一些条件交换。然后政府就说你得在前面建一个公园，然后那个前面那个公园叫做 Domino Park， 那个公园跟这个公园就完全不一样。这个公园政府花了14亿跟居民做沟通，然后还扯出那些有的没的那些drama。那边那个公园的话是开发商建的，等于说政府没有出1分的钱，政府只是说因为你要房子建得更高，那我就需要你建一个公园。而且虽然是开发商建的公园，那个公园也是100%的对公众开放，不收门票，不关门，而且政府还给他提出了非常高的设计和维护的要求。政府不需要去跟居民去做很多的沟通，他直接把建设公园和公共福利的这个责任就直接给转嫁到了开发商上面。但开发商也是愿意的，因为他自己可以建更多的房子，然后卖得更好。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这2个公园一对比，河的东边和西边，就体现了纽约2种非常不一样的建设公园的方式。然后它真正出圈的时候，正是疫情第1年，2020年，它在草地上画了几个白色的圆圈，之间间隔1-2米，来让大家保持社交距离。所以当时就有那种很多白人年轻人在圈圈里面晒太阳的照片，就在网上火。团这个系统也可以讲一讲，它其实算是纽约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通勤或者交通工具。它每年的运营成本有8000万美元，但是就是收船票，哪怕是涨价之后，也只能就是收到2500万美元，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亏钱的东西。剩下的那个5500万的美元，全都是市政府自己出钱来就是补贴的。这个并不是一个一般人通行交通的工具，它其实是纽约用来打造自己城市形象的一个开发的模式而已。它虽然自己这个 ferry 每年亏了5500万美元，但它盘活了水边的这个土地，对，包括刚才对面那个 Domino Park 上头 Williamsburg、Long Island City， 然后底下布鲁克林 Dumbo、Wall Street， 这些其实全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就是纽约新的这种财富的聚集点。所以其实很多人就是问纽约下一个比如说开发或者投资的点在哪里，肯定就是在水边，因为就是纽约市政府它会一直沿着水边把纽约做开发。下一站到它叫做 Brooklyn Bridge Park Pier 6， 那就是布鲁克林大桥公园的第6个码头，那是我们下一站。然后 Brooklyn Route to East 34th Street is now arriving。这边这个就是政府的明星项目，那就是
很多人也说，你每年花这么多政府的钱去补贴5500万，到底值不值？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这种就是纯政府来出资建设和运营，以及和私人出资建设和运营的公园，它会不会存在一种效率上的差别呢？非常差，政府做的项目，它那个受到的那个规章制度的要求会更高一点。比如说要用工会的劳动力，然后的话走政府采购需要，比如说让少数族裔和女性的那个企业来参与30%，所以其实很多这种社会公平类的这些政策，其实也就是把这个项目的价格变得更贵，效率变得稍微更低一点。这也是就是整个学术界一直在讨论的嘛，就是这个公平和效率，对，这个民主和资本之间的这个扯皮的关系，一直没有一个最优解。所以在纽约，其实它算不算美国的这些城市里面比较突破的，引进了大量的民间资本或者是私营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我反正最近这7年在美国30个城市做规划，发现纽约这套模式还是大家学不来，就是它跟私人资本的结合模式。你觉得跟别的城市它为什么学不来这一点呢？差在哪儿？纽约的基因就是这样的。纽约200多年前还不是纽约的时候，它最开始，当时甚至还没有所谓的市政府这个概念，只是说有一个纽约这个市这个概念，他就把自己所谓的公家的这个水边的土地卖给开发商，就是卖给当时是那个想要做 ferry 的那些资本。因为当时纽约是就是港口城市嘛，所以就说你如果可以有水边的土地可以建港口的话，你就可以赚很多钱。当时纽约市就把港口的地卖给了这些资本，说你可以我允许你来建这些船啊，建这些那个交通设施，但是你要把周边的这些公路也帮我修好。然后的话要负责就是让水边的这些地方变得就大家可达。所以说当时200多年前的时候，纽约就是用这一套模式来做城市建设了。这种模式那现在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谜面里嘛。开发商来建的东西都是高端的东西，所以它在公平层面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哪怕开发商建的是公共设施，但这些公共设施也是属于非常高端高级，并且它会带动周边的房价上涨。所以最后很多穷人或者说负担不起的人就不得不离开他们的社区，甚至离开纽约。对，比如说刚才讲到的 Domino Park 那边，以前也是有自己住在那边的人的，有很多的艺术家，有很多穷人。对，然后的话，正是因为就是艺术家没钱嘛，他们才会住在那边。但现在成为了一个网红景点之后，它吸引的更多的是一些财富新贵，是一些科技企业的小年轻。然后的话，大家就是把之前的社区所拥有的那些 fabric 和一些历史也都抹掉了。所以说，如果一个城市一直就是靠这种私人资本来提升自己的价值，那他会不会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历史和他的文化也都移除呢？这也是纽约现在在讨论的点，这也是现在这个市长 Mamdani 他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他跟之前麦克彭博的模式非常不一样。彭博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大佬， Mamdani 是 Democratic Socialist， 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那么如果纽约的历史是靠资本来建设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主义者该怎么样在这样的土壤下生长？是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都很期待的一个问题。是的。大家如果看一下，稍微往右边看，有一个岛，就上面长了树的岛，那个叫做 Governor's Island， 这个地方，总督岛。对，这个地方。总督岛以前是印第安人的地方，它其实是荷兰人当时来美洲大陆第一个踏上的点，就是比曼哈顿还要早。后来的话是被殖民者的总督买下来做自己的私宅嘛，所以它叫总督岛 Governors。后来美国独立之后，它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军事要地，一直到冷战之后，它才从军事用途改成了民用用途。其实我看到一个资料特别有意思，在80年代的时候，这个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跟这个里根还有老布什见面，就是在总督岛上见的面啊。因为它比较与世隔绝一点啊，毕竟以前是军事要地嘛，就属于联邦政府的土地了。以前那个时候对啊，还不属于这个纽约市或者纽约州的。对。
欢迎大家来到 Brooklyn。找个有阴的地方，找个有树荫，这个小路口里面吧，这里面有树荫。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叫做 Brooklyn Bridge Park，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9年前刚搬来纽约的时候，我就住在附近嘛，我当时就随便就是吃完饭之后散步，就到了这边，然后就发现这边很热闹。然后后来在研究这个公园的历史，才发现它其实有一段非常曲折的历史。它整个布鲁克林这边沿着河的这一块，以前也都是工业区。像之前所说的，其实整个纽约其实以前河边都是工业区，跟那个 Domino Park 一样嘛。这边都是一些厂房，然后刚才我们现在这个 pier 也都是那个运船运货的地方。后来这些工业区撤掉之后，上世纪80年代，纽约市政府就开始想，哎呀，这些工业区撤掉了，我们这个河边的土地该怎么开发？当时是要把这些 pier 上面全都建就是新的办公楼，跟河对岸的华尔街一样，是说这边可以建成一个新的那个商业区。但这样的话就让周边的居民炸毛了，因为周边的居民是说，你这些工业区好不容易撤掉之后，这个地方应该改成公园才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是居民嘛，肯定是想要看到公园。所以在整个90年代，当地的居民就开始跟政府扯皮、沟通、协商，然后跟当地所有的居民开会，说大家形成一股力量来劝政府在这边建公园。最后到了2000年，通过10年的努力，政府终于同意了，说好吧，我来帮你建公园。然后后来就政府花了3.5亿美元，州政府和市政府合作，来建了这一个全长2000米长的一个公园步道。然后这也是我个人觉得，其实纽约就是质量最高的一个公园之一。它每一个 pier 都不一样，这个叫 Pier 6，说明有 Pier 5、4、3、2、1。然后每一个的用途都不同。这个 pier 是一片比较自然的地方，下一个 pier 就是足球场，再往下一个 pier 又有什么篮球场，再往下一个 pier 又有海滩。吹风。然后这个公园它还有一点值得讲，就是说政府花了3.5亿来建这个公园，但是他跟当地的居民说，公园建完之后，政府它不再拨款了，就是它之后的运营，它不出1分钱。那么这个公园它每年的运营成本是2400万美元，它怎么样把这个钱给支付的呢？它就是当时在规划的时候，划了7块地，公园里的7块地，用来做房地产开发。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背后的那一栋灰色的房子，和前面那一个橙色的有玻璃的房子，就是那7块地中的2块。然后政府把这2块地给租给开发商，租99年，开发商每年来上缴租金，这个租金加在一起就承担了这个公园70%的运营成本。90年代的时候，社区就是不想要这个地方做开发，才让政府来建公园的。那么但是社区也知道，因为政府说了他不出钱，那么社区的居民也只能妥协说 OK， 你划7块地来建开发商的这个项目，我们也认了，因为只有这样子的话，这个公园才会可以建得起来，并且才可以保持你每年有2400万美元的那个运营经费，然后这个公园变得非常的干净，然后免费开放，并且每年有很多的活动。其实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 Brooklyn Bridge Park 的社交媒体，就是夏天会放电影，然后的话有时候会有瑜伽，然后会有一些那种活动。我觉得这种模式的话，其实就最后是3全其美。政府省了钱，对吧？你不用去就是每年从那个预算里拨款，居民得到了一个非常免费并且也是高质量的公园，开发商也得到一个开发河景房的机会，赚了很多钱。所以这种模式的话，就是最后3者都还蛮开心的。你刚才说这7块地，它还是属于租给开发商，它没有卖出去，为什么考虑这个呢？因为政府他觉得就是2个考虑：一，他把它租给开发商之后，他可以每年收钱，而不是一次性收一大笔。人性都是贪婪的，你一次性收了所有的钱之后，钱就用完了。对，你每年都收钱的话，那才是长期的现金流。而公园的话是每年都要进行维护的，而不是一次性建完。
为什么有的地块只有30多年的租期，而有的要90年的？这都可以就是比较negotiate出来的。对，但在纽约这边，所以其实这套模式它在本质上它会更像是就是中国的土地出让，对吧？因为这个地最后还是政府自己的，但是它跟土地出让不一样的是，它并不是一次性把钱都收齐了，而是每年按租金来收，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这是第一点，现金流。左拐我们大家。然后第二点就是政府把这个房子把这个地给租给别人，而不是卖给别人，它也可以保持它的产权在政府手上。这样这个政府这么开发商他在建房子和规划的时候，政府对他的那个提出的要求会更多一点，或者说对他的那个开发会有更多的掌控。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在公共区域很重要的住宅，它不能让开发商乱建房子。但如果把它给卖掉之后的话，政府就对开发商的那个掌控就会没有那么强。所以的话，这样的话也可以更加保持这些房子它建设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前面我们就右拐去 Brooklyn Heights， 但是在右拐之前，你看左边，我们刚才是 Pier 6第6个港口，这个是 Pier 5第5个。然后的话，刚才 Pier 6主要是草地和排球场，这个 Pier 5整个是一个足球场。这个地方是野餐桌，其实是可以野餐，前面还有可以烧烤的地方，非常的热闹。我记得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就是会看到夏天是穆斯林的斋月嘛，然后太阳下山之后，这边就有很多穆斯林家庭在这边烤肉、开斋大餐。好，我们右拐，大家过一下这个马路啊，小心一下这个自行车。我们往这个上面走。相传这个高速已经快要塌了，因为你看它确实已经非常的老旧。等下我们也会 cue 到这个高速的一些故事啊。看一下这些房子，我觉得还挺漂亮。这个房子可就厉害了。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区域叫做 Brooklyn Heights， 这个地方的居民就是当时负责跟政府进行游说和对抗的居民。这一块是富人区吗？这一块是典型的富人区，这一块可以算是纽约最老钱的几个富人区之一。因为其实在当时纽约只有曼哈顿的时候，这个布鲁克林算是郊区嘛，然后这又是离曼哈顿最近的郊区。往左拐之后，右边这些房子就是非常典型的布鲁克林高地的 brownstone， 就是3、4层楼的私宅。跟大家一起来逛布鲁克林高地，就是也并不只是想说这地方的人本身一个个是很富，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些人之间，他们是怎样联合在一起，怎么样来可以在上世纪90年代跟政府来进行游说和对抗的。他们之间其实形成了一个组织，叫做 Brooklyn Heights Association。这个组织的话，就是一种所谓的街区协会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然后这样的一个布鲁克林高地协会的话，他们就是其实里头只有2个全职工作人员，一个是主席，然后一个是副手。主席的话就拿着一个12万的工资，副手的话可能就是更少一点。但是这2个人却可以推动这个组织来做很多的活，因为他这个组织背后跟很多就是美国的 non-profit 一样，它是有自己的一个 board， 有自己的一个董事会，然后这个董事会里头也都是当地的居民，然后当地的居民因为是富人，然后又因为他们那个职业比较的高端，所以很多的律师、建筑师、然后那种媒体人、记者，所以的话就是跟政府来进行协作的那些法律问题、规划问题、公共关系问题，全都可以通过他这个 board 来解决。所以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社区组织的话，一般想到社区组织会想到那种比较草根的那种比较破的，然后干一些杂活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一个社区组织，因为它当地的这个人的这个背景，却可以达到很多那种非常厉害的事情，比如说跟政府进行10年的周旋，最后推动建设刚才我们所见到的那个布鲁克林大桥公园。那么现在大家到了这个地方，往右边走，有一个台阶叫做 Brooklyn Heights Promenade 散步走廊的一个地方。这个 Brooklyn Heights Association 它就是做很多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来维护这个散步台阶。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小众景点，但我觉得可能还是很多人没有来过。然后这也是我之前就是吃完饭之后散步很喜欢来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 view 实在太好了，大家拍照的可以多拍照。左边看到的是华尔街，
然后以及这个 Brooklyn Bridge Park， 右边又是 Brooklyn Heights， 本身就是这种比较拥有历史的一些住宅，然后往前面也可以看到帝国大厦、布鲁克林大桥这些纽约非常标志性的建筑。这个散步走廊看起来非常的平静，但它底下就是刚才那个 BQE 高速路的那3层，对，快塌了。这个高速路其实早就已经快塌了嘛，它的这个质量非常差，政府也知道它的质量很差。那么政府就想怎么来修？他想把车给引流到我们现在在这个散步走廊上。这个 Brooklyn Heights Association 就炸毛了，他说这个走廊是我们每天都要散步、都要看河景的地方。你把车引过来了，那我们怎么生活？然后当地的这个 Brooklyn Heights Association， 他就自己雇了他自己的建筑师、工程师、规划师，出了一套新的方案。然后的话，也得到了很多其他政府官员的一些支持，来跟那个政府说，你看，你说要在这边引流的这个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案，我就给你一套别的方案，然后你得重新回去做。然后的话，政府就认怂了，就说好吧，我们这个就不引流了。所以现在政府还在重新做方案。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刚才那个东河公园的那个故事一对比的话，就非常的就是反讽吧，对吧？同样的是政府要做一件很破坏当地人的利益的事情，东河公园的人就只能接受，但这边这个富人区的人却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通过专业的水平，通过他政治的力量来把它反对。但是东河公园的人最后得到了一个新的公园，这边的人可能会要面临以后这个路塌掉的风险。底下看到这些绿色的地方和这些 pier， 也全都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布鲁克林大桥的一部分。它每一个 pier 都不一样，用途不同。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一个 pier， 前面这个 pier 全都是一些篮球、pickleball、乒乓球各种各样的运动设施。是布鲁克林。对，前面这个就是布鲁克林大桥，然后这也是这个公园的名字的来源嘛，布鲁克林大桥公园。今天是足球第一天，在美国，在纽约的，我们应该是在这儿看电视的。哦，对，就这个公园会做很多的活动嘛，包括一起来看球赛，就像这些办活动啊，然后 watch party， 这些也都是公园运营的一部分。然后也正是因为它脱离了这种传统的市政公园来建公园和养公园的方式，它才可以办出这么多比较成功有特色的活动吧。因为如果这是一个普通的市政公园的话，那市政府肯定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和钱来办这些大型的活动，然后可以来管理这么多的人流。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进入了这次活动的最后一站，叫做 Dumbo。Dumbo 这个区也是纽约最近这几年，或者说最近这10几年发展的最快的一个区。在纽约政府建完了这个布鲁克林大桥公园之后，公园会带来地产价值的翻新，那么所有这边的房地产商也都就是开始变得非常的疯狂，非常的积极，开始把一个工业区慢慢的开发成了现在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商住混合的区域。那么这个 Dumbo 这个区，它在建完之后，它面临了一个街区运营的一个挑战，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就是一个地方要有活力，然后要显得好，不能只是说有单栋的建筑，比如说这个楼自己建得好就好了，而是说你这个楼和楼之间这些街，这个公共空间，它的这个比如说宣传和 marketing 都要跟上，或者说街区里的免费什么免费 WiFi 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么在 Dumbo 这个区，这些都做得还不错，它有免费 WiFi， 然后它的街区的清扫比纽约很多街上都要更干净一点。它背后也是有自己的一个组织在运营，有点像是一个由这些不同的开发商他们所建成的一个，像是一个居委会这样的一个组织。但这些开发商它并不是一个住宅开发商，他们就是说每年可以从自己的房产税里面多交一笔钱，比如说之前只要交1万块，他愿意交11000块，多出来的1000块钱放到这个组织里，然后让这个组织来承担
它这个区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协作和运营。那么这样一种模式在纽约叫做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 它也是就是美国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机制。纽约大概有70个这样的组织。大家之所以在拍照，是因为我们今天要看的最后一个点，就确实是一个纽约著名的打卡点。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就是导览的部分就结束喽。我觉得还是总结一下的话，其实我觉得纽约代表就是刚才逛的公园这么多，它背后其实都是当地的居民跟开发商跟政府之间怎么样通过不同的水平和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和纠缠。然后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然后有一些大家可能逛的会觉得更开心，还有一些觉得会想，这一片可能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希望可以大家就是以这个公园为一个起点，让大家可以更多的去走进纽约，然后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OK， 大家如果就是想合照的话，可以一起来拍张照片。现在我们这儿已经进入夏天了哈，就会有很多游客涌到纽约来，特别是今年又有世界杯，刚才我们就偶遇这个很多看球的人。对，如果对于一个初次来纽约或者来纽约就是观光旅游的人来说，你觉得纽约的公园你会送给他们什么这样的箴言吗？就是说纽约，如果我在纽约逛公园，会跟我在上海、在东京逛公园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因为纽约的很多公园，包括我们这次旅游，就是包括我们这一次的 tour， 也发现很多公园背后并不是传统的政府在运营，所以它都有一些比较高水平的一些民间组织在负责它的活动。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公园他们自己的社交网页，来发现这些民间组织他们所举办的活动，比如说世界杯看球，然后露天电影，然后包括一些特殊的艺术装置。瑜伽活动，这些都是可以让你去更多的参与到这个公园中来，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过客，就走过就看到就好了。对，因为这个公园的背后其实还是人，公园也是为的是人。那么我觉得如果只是看树看房子，远远不如看人，或者说跟人一起参与到活动中那么有意思。对，其实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作为简单旅行是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我们在那个布鲁克林高地协会，对，这个就那个公园的背后其实是这个协会，这个协会其实我们包括你在你的书里也提到过，这就是当年也有一位游客是个法国人，100多年前吧，他到纽约到美国来游玩，他发现一个特别巨大的不同，就是新大陆跟加州大陆的巨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公民社会组织。对，那刚才那个我们说到的布鲁克林高地协会，就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而且硬刚了很多人、很多强权人物、政治人物和强权政府的一个组织，而它确实就为那一片的居民保留了一个特别独特的自己的一个发展空间哈，这个也很不错。欧阳老师所说的这个法国游客就是著名的托克维尔。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做《民主在美国：美国民主 （Democracy in America）》。他就是说，跟欧洲不一样，这边的美国人好像并不是很相信，就是有一个更高的权力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大家希望跟自己的就是邻居、跟自己的就是朋友来进行一个集结，形成一个新的组织，然后靠这个组织来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在美国或者在纽约，确实非常多的公园也好，社区也好，它背后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在背后来推动这些组织解决内部的问题，跟外部来沟通，跟政府去打官司，跟开发商去谈判。那么我觉得话也是作为大家在纽约生活，尤其其实都有很多参与到这些组织的方法里面。其实这个的背后，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公园了，它的背后其实是各种整个社会，对，甚至是 ownership 之间的这种体现和权力的伸张，没错，对吧？也是这个社会特别独特的一点，就是利益之间的互相的协调、让步、妥协、斗争，没错，谈判。所以刚才我们也聊到不同的，就我们看的这几个公园，
都完全不一样，运营机制也不一样，对钱从哪儿来也完全不一样，甚至就紧贴在一起也是完全不同的模式啊。是，这也是这个社会特别多样化的一个。对，并且也体现了就是不同的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有些可能会运行得更好，有些可能就比较差强人意。或者说不同人对于好和不好的定义也是不一样。你到底看重的是这个地方够不够干净，够不够高端，还是看重这一块是否可以够包容，有钱没钱都可以来。那么的话，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纽约最好就是说，它给你不同的想象、不同的声音，都提供一个可以接纳的场所。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罗老师，然后也期待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漫步纽约。耶，感谢。